小姐，相爷回来了，我们去求相爷做主，他是小小姐的亲爹，不会让小小姐白死的。顾连轩此刻在何处？相爷他去了凤姨娘的梧桐院。红袖为我更衣。轩儿，大夫说青丘这一胎十有八九是男孩，你可要好好对待他们母子，切莫让人欺负了去。哥，若非当初沈云娘横刀夺爱，青丘姐姐本该是你的正妻，要我说，你就该休了沈云娘，将青丘姐姐扶为正室。此事需要再提。哥，说是沈云娘一直霸占你正妻的位置，咱们顾家的长孙可就要沦为庶子了。你可别忘了，沈云娘那个恶妇说过什么？她说除了安安，这辈子都不会和你有其他孩子。她是存心要让我们顾家断子绝孙。待青丘诞下麟儿，我便扶青丘做平妻。沈氏当年毕竟对顾家有恩，我们顾家不能落井下石。哥哥就是心软，沈家罪不可赦，被株连九族。若不是哥哥在圣上面前力保沈云娘，他哪能安享府中富贵，做他的相府夫人？偏他还不知足，成天板着张脸，好像咱们顾家欠他似的。难道顾家没有欠我沈氏满门吗？顾连轩，当年你爹奉旨赈灾，却被人诬陷贪污，为了填补100万两的亏空，你才不得不娶我这个商户女入门，是也不是？是。凤青丘与你青梅竹马，你们二人也曾谈婚论嫁，顾家遭难，凤家袖手旁观与你退亲，是也不是？是。我是被逼的。你给我闭嘴！你说什么？当年我哥可是满京城的第一公子，你哪里配得上我哥？是啊，我是配不上你哥，可这也改变不了他顾连轩为了区区100万两，甘愿卖身给我娶我为妻的事实。花着我沈家的钱，救了你们顾家的命，到头来你们却嫌弃我沈家的银钱不干净，当了婊子还要立牌坊，你们顾家又高贵到哪里去？沈家对我有恩，我一直铭记在心。可沈家仗着相府名声，在外胡作非为，肆意敛财，也是事实。我沈家富甲天下，何须借你顾相的名声敛财？当初沈家落难，我跪在地上苦苦求你彻查，你却跟我说要避嫌。沈家被人陷害，满门抄斩，我求你替我向陛下澄清，你却说我沈家咎由自取。顾连轩，你自以为大公无私，在我眼里，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伪君子。芸娘，我知你记恨我对沈家之事袖手旁观，可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。沈家勾结齐网，意图谋反，便是给我重新选择的机会，我还是会大义灭亲。此生是我负你，我认。可你好歹也看在安安的面子上，好好做你的丞相夫人。你还念着安安？安安是我的女儿，我自然要替她筹。有着沈氏这样的母家，若是你失去丞相夫人的位置，安安日后的亲事该怎么办？我和安安的未来不劳顾相费心。芸娘，我想让你和安安好好活着，至少这句话我没骗你。活着。小姐，你为什么不和相爷说小小姐已经……红袖，不要向任何人透露安安的死讯。可这怎么瞒得住？顾府上下不会有人在意我和安安，我跟你打个赌，不会有人发现安安已经没了。那小小姐就这么枉死了吗？嘘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，顾家欠我的岂止一条命。青丘为我们顾家诞下麟儿，是我们顾家的大功臣。今日双喜临门，既是我孙儿满月之喜，更是青丘被扶为平妻的好日子。来，我们一家人好好喝上一杯。顾家大喜之日，怎么能少了我这位明媒正娶的大夫人？沈云娘，今天顾家有喜，你可不要来捣乱。我便是来了，你有能耐我何？你别给脸不要脸！芸娘，在酒中下毒。顾连轩，你以为我为何要忍到凤千秋腹中的孽种满月？你们顾家有一个算一个，都要给我沈氏满门偿命！沈云娘，你这毒妇！老夫人这话就说错了，论狠毒，我怎么比得上你们顾家？你们就是一群披着人皮的恶鬼。你儿子靠着出卖色相勾引我上位，你女儿踩着我沈氏满门的骨血勾得上您我。你顾家的老夫人靠着私吞我的嫁妆撑起顾家的门楣，我沈家满门被灭，你们顾家一个也活不了。芸娘，不要一错再错。说我有错，那也是我有眼无珠，今生遇到了你。我沈云娘这辈子栽在你手里，我认了。可我就算下地狱，也要拉你们顾家共沉沦。我18岁嫁你为妻，满心欢喜，而今7载匆匆过，只求与君长别离。顾连轩，与我一起下地狱吧。
顾家人同归于尽了吗？为什么会回到7年前与顾林轩洞房花烛之日？沈云娘，你这毒妇，竟然杀我顾家满门！顾林轩，你也重生了！杀了你！想杀我？顾林轩，你是不是傻？7年前你娶我的时候体弱多病，是我花重金为你遍请名医调理身子，你才身强体健。如今的你，一巴掌就能拍死。毒妇，新婚之夜谋杀亲夫，你就不怕被进猪笼吗？老天爷开恩，让我重生一回，我可不会把命糟践在你这个猪狗不如的东西身上。我不会杀你，只会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毒妇，你再叫一声毒妇试试！悍妇，杨子，我不开心。夫君，你要不要再换个称呼？沈云娘，我要休了你！顾林轩，你是不是忘了，你们顾家还等着我的100万两救命呢？如今我为刀俎，你为鱼肉，这辈子我陪你慢慢玩。我身是浮沉，无畏海浪，天地任我闯。毒妇，你要干什么？一口一个毒妇，100万两不想要了？你上辈子洞房花烛夜，我对你百般温存，你却对我爱答不理。听到你的白月光凤青丘出了事，便抛下我赶去了凤家，让我独守空房。唉，上辈子的我可真傻呀！明明握着你们顾家的命脉，为何要对你百般容忍？我跟你解释过，我去凤家是因为凤老太夫是我恩师，凤家得罪圣上被判抄家，女眷迈入百花楼，恩师让我看在往日情分上保全青丘，我岂能不去？顾林轩，上辈子我就是见你尊师重道，有情有义，才拿钱让你去百花楼赎人的。可你回报我的是什么？是我进门不足1日，你便将凤青丘纳入顾家做了姨娘。云阳侯一心想折磨青丘，毁了凤家清誉，我纳青丘入府已是无奈之举。好个无奈之举！那我索性让你更无奈些。要么我给你钱财放你去百花楼赎人，要么你给我一纸和离书，我带走顾家的100万两救命钱。夫君啊，凤青丘和我，你选谁？沈云娘，你非要逼我吗？刀子不刻在自己身上，夫君又怎么知道疼呢？顾林轩，上辈子你顺风顺水，是我怜你惜你，不想让你为难。可我若收回对你的满腔爱意，你便寸步难行，便像如今这般左右为难。门就在那里，你走或不走，全凭心意。已经考虑了1个时辰，夫君还不去救人，就不怕凤青丘被云阳侯毁了清白吗？云娘，你究竟要怎样才肯帮我？夫君便是这般求人呢。夫人，求你救救青丘。顾林轩，你知道我上辈子为何要在你儿子的满月宴上毒杀顾家满门吗？你说过了，要替沈家报仇。稚子无辜，我本不该对一个婴孩下手，可是凤青丘杀了我的安安，丧母之仇不共戴天，便是我要下18层地狱，我也绝不会放过凤青丘和他的孩子。胡说八道什么？青丘怎么会害安安呢？不对，安安怎么会死？你骗我！凤青丘诬陷安安推她入水险些小产，姨娘不分青红皂白将安安打了板子。等我赶到的时候，只看到我的女儿血肉模糊的躺在地上，我抱着她想冲去医馆，顾里婉却让家丁拦住我，将我们母女困在院中不得进出。安安在我怀里挣扎了3日，才咽下最后一口气。顾林轩，你想不到吧？上辈子你回京之日，便是我的安安魂断之时。不可能！水娘，你骗我！安安是我亲生骨肉，娘和妹妹岂会不顾她的生死？还有青丘，她自幼受恩师教导，最是温婉柔善，怎么会诬陷一个不满7岁的孩童？顾林轩，你眼盲心也盲！你娘嫌弃我是伤护女，何曾将安安当过她的孙女？你妹妹因为我当年阻拦她与中山朗的婚事，对我恨之入骨。凤青丘自命清高，不该让她的孩子沦为庶子，便要除了我和安安，你顾家的后宅早就烂成一滩泥了。只有你还做着父慈母爱、兄妹和睦、夫妻美满的春秋大梦。你说的话，我一个字也不信。你不信又如何？这辈子我倒是要看看，没有了我，你顾林轩还能不能当你风光霁月、轩然遐迩的第1公子？加你我2颗香烟，这辈子你我大可和离。和离？你说的倒是轻巧，但凡我还没有入你顾家的门，我便是多看你一眼都觉得恶心。可惜我重生的时机不对，新婚之夜我便与你和离，坏人的唾沫星子能把我和沈家淹死。我沈云娘又没做错什么，凭什么让千夫所指，万人唾弃？不和离，那我便休妻。这辈子
我绝不会与你这个心狠手辣的女人在一起。顾林轩，我敢跟你打赌，在没拿到100万两填补赈灾的窟窿前，你若敢提休妻，你顾家长辈能让你跪1夜的祠堂。沈云娘，你别忘了，你如今是顾家的儿媳，若顾家有事，你也难逃干系。所以啊，这辈子你我还没闹出人命，我不介意给你们顾家一条活路。你有这么好心？我是生意人，这辈子咱俩不谈情爱，只论交易。你想要什么？我要你出面支持我抛头露面，在伪经商，无论外界有任何闲言碎语，你和顾家都要替我接着。云娘，你疯了！你若不答应我的条件，我还能更疯些。若不是这世道对女子苛刻，上辈子我又何至于被困后宅，与你两相怨怼？你我这辈子注定做不了夫妻，那何不相互成全？我送你鹏程万里，你亦祝我天高海阔。待时机成熟，你想要的和离书，我自会奉上。你就不怕在我顾家脱困，我找你报前世血仇？你我毕竟做过7年夫妻，你有我的软肋，我亦有你的把柄。若是不想余生安好，我也不介意鱼死网破。顾林轩，上辈子你曾说希望我和安安活着，结果你谁也没能保住。这辈子，我希望在一切惨剧发生前，你我能走出一条活路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我不会救凤青丘，如何救人你自己筹谋。想来你也不愿与我共处一室，你自行去书房吧。沈云娘，你当真是我见过这世上最铁石心肠的女子。彼此，顾林轩，你在我眼中也不是个东西。咱俩王八配绿豆，谁也别说谁。你小姐不好了，如今府上都在传您新婚之夜将姑爷赶了出去，老夫人大发雷霆，唤您过去训话。姑爷人呢？姑爷他昨夜出府后就没有回来。去告诉老夫人，就说我卧病在床，无法起身，说我不能前去拜见。老夫人怕是不会相信。那就让他亲自来找我理论好了，不怕他来，就怕他不来。娘亲，我就说沈云娘身份卑贱，上不得台面吧。洞房之夜，哥哥连她的门都不愿意进。娘亲等他来敬茶，他却拿起桥来。娘亲一定要好好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贱人。我也是清清白白好人家的女子，他们顾家欺人太甚，不但骗婚，如今还骗起我家的财产来了。我这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倒不如死了干净。大清早的，寻死觅活闹什么呢？伯母，你可要替我做主啊！我这日子没法活了。夫君新婚之夜丢下我跑去万花楼，这让我脸往哪儿搁呀？他还说要拿10万两银子给那狐狸精赎身。我从娘家拢共带来100万两，这银子可是咱们顾家的救命钱。夫君他莫不是被狐狸精勾了魂，连咱们这一家子的性命都不顾了吗？云娘，你莫不是弄错了？仙儿她不会这般不知轻重。伯母若是不信，便让人去百花楼将夫君寻回来，一问便知。东方花烛之夜，夫君口口声声说青丘才是他的心头挚爱。伯母，这青丘究竟是何人，竟能让夫君连咱们这一大家子都不顾了吗？胡闹，简直是胡闹！我就知道那凤青丘不是个好人，10万两赎身银，他也配？还不让人把少爷抓回来！逆子，你难道不知道凤青丘如今是戴罪之身？你将他带回顾家，是要陷顾家于水火吗？娘，恩师对我恩重如山，我岂能让青丘在百花楼里被糟蹋？你以前最是喜欢青丘，如今为何不能对他怜惜一样？今时不同往日，顾家如今哪来的银钱替他赎身？你可别忘了，如今顾府上下都靠你媳妇救命，你怎么能新婚之夜就怠慢了他？沈云娘，又是你在捣鬼！伯母，媳妇自知比不上凤姑娘，不得夫君欢喜，可我被她这般误会，着实委屈。要不你还是让夫君休了我吧。云娘，你可是我顾家明媒正娶的儿媳，岂是那青楼妓子可比？老夫人慎言，我凤家那是书香世家。我呸！还书香世家呢？落难的凤凰不如鸡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娘，你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你明明说过青丘知书达理，温婉贤淑，你难道忘了吗？若非顾凤两家遭难，青丘原本就是你给我定下的儿媳啊！切，一个青楼里出来的贱人，也配当我顾府的少夫人？逆子，你当真是糊涂呀！哥哥，你说让凤青丘进门，我以后还要不要名声了？你就听娘的劝，将她送回去吧。是啊，夫君，咱们顾家可得罪不起云阳侯啊。关云阳侯什么事？沈云娘，你闭嘴！该闭嘴的是你。云娘，你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是媳妇多嘴，这位凤姑娘可是云阳侯要的人，咱们为了她得罪云阳侯，真的好吗？人孽
呀，你这逆子怎么能为了一个女人得罪云阳侯呢？青丘若是落在云阳侯手上，会没命的。你们留他在府上，没命的是咱们顾家。还有那10万两是怎么回事？你给我说清楚。我将祖宅地契抵押了出去。你说什么？婆母被夫君气晕了，还不快去叫大夫？老夫人气急攻心，并无大碍。多谢大夫。沈姨娘，因为我明明说好了，井水不犯河水，你要食言吗？夫君这话说的，我可什么都没做。凤千秋是你带回来的，房契是你抵押的，婆母是你气晕的，小姑是你气哭的，明明是你惹出来的事，可别找我背黑锅。若非你从中挑拨，娘亲怎么会对青丘恶语相向？顾连轩，你脑子没毛病吧？前世你用我的银钱将凤千秋赎回顾家，我怜她孤苦无依，便帮着隐瞒她曾入过青楼，这才让婆母一直以为凤千秋还是清清白白好人家的女子。如今顾家闹得鸡犬不宁，是你顾连轩的报应。沈姨娘，你别得意，娘亲最是和善明理，只要我耐心解释，她会明白青丘的苦衷。我倒是要看看你怎么为凤千秋谋个锦绣前程。小姐，姑爷在老夫人门前跪了一夜，咱们要不过去劝劝？他膝盖软，喜欢跪着，我若过去，怕是会忍不住落井下石。小姐，你毕竟嫁到了姑家，人生荣辱都牵系在姑爷身上，若是不得姑爷喜爱，以后日子可怎么办？这话我并非没有认同过，可是秀秀，人这一辈子，若是仰仗他人而活，便是将自己的生死交托在别人手里。偏偏这世上最不可靠的便是人心，爱你之时如珍如宝，不爱之时弃若敝履，将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，那就是赌命。与其十赌九输，还不如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，至少生死由你自己决定。沈姨娘是来看我笑话的吗？夫君与我心有灵犀，有些事意会就好，何必说出来丢脸呢？夫人，我如今已经无家可归，顾老师可怜我，这才将我带回顾家，求你不要与他牺牲嫌隙。凤姑娘这话说得好没道理，你无家可归，便要来拆散我的家吗？你一口一个顾老，这不是存心在我面前炫耀？我若心生妒忌，与你大打出手，夫君定然以为我欺负你，我偏不让你如意。夫人，你误会我了，是不是误会？你心知肚明。沈姨娘，青丘已这般可怜，你何必咄咄逼人？蠢货！上辈子生下安安后，我便给你下了绝子药。凤千秋的那个孩子究竟是谁的？你不妨猜一猜。胡说！你便当我胡说八道，谎话连篇吧。沈姨娘，给我回来把话说清楚。你让我回来我就回来，你当你是谁啊？哼！哟，夫君不在老夫人院里跪着，跑我房间来做什么？沈姨娘，你告诉我，你之前的话是故意骗我，对不对？是不是骗你？你不妨自己去查。你以为自己是孤胆英雄，救人水火，却不知凤千秋早就勾搭上云阳侯。他们俩不过是在玩你追我逃的游戏。凤千秋的身份入不了云阳侯府，便找你接盘，认下他腹中的孽种。若你说的是实情，上辈子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告诉你，你会信吗？你只会以为我诬陷凤千秋，与他争风吃醋。上辈子但凡我与凤千秋争执，你哪一次不是站在他那边？我哭过，吵过，也闹过，可你认定我粗鄙不堪，凤千秋高洁如玉，你把她捧在手心，她却将你玩弄在鼓掌。我对你满腔爱意，你却视而不见。顾连轩，你就是下贱。不会的，青丘不会这么对我，他不是那样的人。凤家满门女眷，从青楼里逃出来的只有她凤千秋一个，难道只是因为她命好吗？在你将她赎身前，凤千秋是如何在百花楼保全自己？云阳侯执掌兵权，若是真想要一个女人，凭如今的你，当真能拦得住？明明有这么多的破绽，你却熟视无睹。究竟是你不敢相信，还是你不愿相信？你心中的白月光早就脏了。死了没？你娘和你妹妹不放心，非要让我过来看看。你若没死便哼一声，我好回去回话。既然没事，我就走了。我已经查清楚了，一切如你所说，凤青丘与云阳侯早就有了首尾。就算我没赶去百花楼，云阳侯也会安置好凤青丘。可他为什么要骗我？上辈子为了他，我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，说我可不可笑？可笑的人分明是我。我自以为情到深处，你总会回心转意，一步错，步步错。我失了爹娘，没了家族，最后连唯一的女儿也没保住。对不起，等了2辈子，才等来你一句对不起，真是好没意思。更何况你对不起我的，何止这一件？顾连轩，你且等着吧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嫂嫂，朗哥哥来顾家提亲了，我就知道他不会负我。那可真是可喜可贺。
这桩婚事我不同意。娘，哥哥他不答应我与朗哥哥的婚事。自古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就算他是你大哥，也无权插手你的婚事。他自己婚事不如意，便将气撒在你身上，算什么道理？娘，你听我说，中山朗绝非良鬼。我刚娶了芸娘，眼看着顾家能度过危机，钟家便上门提亲。中山朗打什么主意？娘难道看不出来吗？我懂你的意思，你无非是说钟家是冲着你媳妇的家产来的，可你别忘，你媳妇已经嫁到了顾家，便是用嫁妆补贴一二，也是应该的。用芸娘嫁妆补贴妹妹，这话若传出去，咱顾家还要不要脸了？你为了赎凤青丘那个贱人，连地契都抵押了出去。这10万两，我不找你媳妇要，难道找你要不成？这婚事就这么定了。嫁妆的事，你去和芸娘说，她为了你能带来100万两，填补你爹捅出的窟窿，自然也会为了你替婉儿打算。你别忘，沈家可是京城首富，你媳妇的嫁妆，怕是咱们顾家上下3辈子都花不完。难不成娘亲你早就盯上了芸娘的嫁妆？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会答应她进门？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。哥，你发什么疯？顾林婉，你给我听着，钟家的婚事我不答应，你嫂子的嫁妆你也不许动。芸娘，上辈子我误会你，让你承受太多委屈，是我对不起你。夫君这是浪子回头了，还是说你在婆母小姑那里受了委屈，到我这里来求安慰呢？我知道中山朗并非良人，上辈子你不让婉婉嫁给中山朗是为他好，我以为顾家兴旺是娘亲持家有道，却没想到他一直用的是你的嫁妆。我以为与自己最亲近的3个女人，娘亲、妹妹、知己，却原来是我谁都没看清，我却帮着他们将你逼入绝境。上辈子你明明有那么多机会查证，可你为什么就是不愿意相信顾林轩？哪怕你相信我一次，因为也不会走到上辈子那般惨烈的结局。芸娘，是我对不起你和安安，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这辈子一定好好补偿你。夫君说的都是真话吗？我顾林轩对天发誓，这辈子绝不辜负沈芸娘。芸娘所求，不顾夫君怜惜。你若惜我爱我，便是我受2辈子的苦，也算值了。夫君，或许上天给我们重生的机会，就是为了让我们弥补遗憾。这辈子求夫君爱我怜我，再也不要让我走到孤立无援的境地。我答应你。被爱红了眼，书台纸上踢脚，曾化掉你云彩，曾跌的受伤又入怀。小姐，你跟顾爷圆房，真是太好了。是啊，太好了，我的安安要回来了。姑爷呢？顾爷这会儿在书房温习功课呢，过些日子便要科举。顾爷如此勤勉，若能考个举人回来，小姐就是官家夫人。你去煮碗桂花莲子羹，随我去书房。轩儿，你是昏了头吗？竟然去钟家退婚！娘亲，哥哥就是记恨我不让凤青丘那个贱人进门，所以才报复我。如今爹爹不在，顾家由我做主，钟家的婚事我退定了，你们闹也没用。哥，你是要逼死我吗？从小到大，你稍不如意便寻死觅活，也就娘亲宠着你，才让你一次次得逞。你若真有死志，我还高看你一眼；若是没这个决心，就回你闺房好好待着。天下好男人多得很，不缺他中山朗一个。待我高中替你选个更好的。除了朗哥哥，我谁也不要。哎，婉儿，婉儿，芸娘，夫君如今可是知道我上辈子的苦楚了。以后娘亲和婉儿那儿要是有什么事，你无需理会，交给我来便好。上辈子夫君若是也这般待我，该多好啊！如今我醒悟的也不算晚。芸娘，今晚我带你出去看花灯，可好？有夫君陪我，当然好。夫君，芸娘喜欢吗？并蒂莲，夫妻并蒂双连理，合欢永结两心同。芸娘，这辈子我想与你携手相依，共度此生，你还愿意要我吗？夫君快看，好美的烟花！我的话，夫人还没回我。芸娘自是愿意的。都怪时光风絮，红尘沙雨吹向你。云峥，你究竟把我当成了什么？你口口声声说爱我，却不肯给我一个名分。我也曾是世家贵女，你岂能如此轻贱我？这辈子除了我，你还想跟谁？名分这东西对你来说真的这么重要吗？你混蛋，放开我！夫君莫不是对凤姑娘余情未了？我只是觉得恍如隔世，明明上辈子爱得那么热烈，如今再见，却是心如止水。你们男人果真是见一个爱一个，爱一个丢一个。不管夫人信与不信，这辈子我只想跟你好好过。我谢夫君便是。轩儿，你不管管你媳妇，整日里抛头露面，你竟由着她。娘，
芸娘的事你以后就别管了，是我让她出门打理商铺，您若有所不满，便冲着儿子来。你这是有了媳妇忘了娘。每回我找你媳妇过来，你都护得跟眼珠子似的，我还能吃了她不成？娘，芸娘是你儿媳妇家，可她也是顾家的恩人，若不是她拿出100万两填补了爹留下的亏空，如今哪还有什么顾家？我希望娘亲能多想着芸娘的好。你这逆子，我如今还说不得她了。谁家儿媳不是日日在婆母面前请安伺候？怎么偏她不行？若要聆听教诲，请安伺候，儿子每日过了便是。芸娘要照看商铺，娘就放她歇一歇吧。你可真是，我说你什么好啊？你给我滚！我不想见你。夫君如今这般维护我，真是让我受宠若惊。我答应过你，让你自己打理商铺。夫人，不用管外面的风言风语，有什么事我来替你周全。如今的你可真是满足了我对夫君的一切幻想，琴瑟和鸣，两厢情愿，当真是甜蜜至极。只要夫人愿意，我们可以一辈子如此。芸娘，你怎么了？不过是吃坏了肚子，乔夫君紧张的。我还以为什么？我以为我们的安安回来了。夫君还念着安安吗？她是我2辈子的遗憾与亏欠。芸娘，我每天都在祈求上苍能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。若是安安回来了，这辈子我一定把她捧在手心，一生娇宠。我相信，若是安安回来，你一定会是一个很好的父亲。明日便是科考，芸娘，等我金榜题名，这辈子我一定给你争个诰命。那我便祝夫君鹏程万里，田长似锦。小姐，姑爷他出事了。出什么事了？姑爷他在考场晕倒，被人抬了回来。大夫说，姑爷他是中了毒。走吧，一场好戏终究是要落幕。你怎么能对你亲哥哥下毒？他毁我姻缘，便是毁了我一辈子。我毁他科举，让他这辈子都缠绵病榻，这是一报还一报。造孽呀，真是造孽呀！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孽障？你毁的不仅是你哥，还有我们整个顾家。是我对你宠溺太过，以至于让你无法无天到这个地步。你说的对，是报应，这就是报应。不过问命运多崎岖，才好所至不信天意。老夫人将顾灵婉送去青庐寺，青灯古佛，了此残生。老夫人也陪着去了。偌大的顾家，只剩你我了。我也要走了。所以你从未原谅过我，什么从头再来，什么携手白头，都是假的。其实我也曾动摇过，忘记上辈子的恩怨，与你琴瑟和谐的过一辈子。毕竟前些日子你对我是真的很好，好到我恍惚间以为你我本该是如此姻缘。可是午夜梦回，我置身漫天火海里，叫天不应，叫地不灵。等我惊醒时才发现，那曾是我可怜的一辈子。所以你知道顾灵婉的心性，定然记恨我阻拦她婚事，便让我也自食恶果。你从未想过与我和解。顾林轩，对你我爱过，亦曾恨过。你说此生不负，可你明明已经辜负了我一辈子。人啊，总不能在同一个坑里掉2次。便是上天给你我从头来过的机会，我也不会原谅你上辈子的所作所为。那你与我虚与为一至今，为的是什么？为了圆我一个梦，一个我爱你，你也爱我的美梦，也为了让我的安安回到我的身边。怀孕了？是啊，我怀孕了。她是我的还君明珠，亦是我后半辈子的相依相伴。顾林轩，我的余生岁月从来都没有你的位置。我尚未与你和离，你便还是我的妻。那便请你放过我吧。芸娘，真的不能给我一次机会吗？这话你该去问上辈子死在火海里的沈云娘。我明白了。从今往后，你自由了。多谢你，最终还是选择放过我。芸娘，若是我不签下和离书，你当如何？夫君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唤你夫君。你说爱我，可你根本就不了解我。你只知道我是商户女，却不知我从小也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。爱你之时，我曾日日夜夜临摹你的笔记，想着有朝一日伴你红袖添香。便是你不给我和离书，我也能仿出一模一样的签名。芸娘，若是你我还有来生，我绝不负你。我愿与君生彼岸，我为花，
以为业，生生世世永不尽。小姐，我们要去哪里？天高任鸟飞，海阔任鱼跃。天地如此广阔，总会有你我一席之地。红兄，我们走。